你觉得一碗白饭和一杯可乐，哪一个会让血糖飙得更高更快？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可乐含糖量高，应该会让血糖飙得更高更快吧？不完全对，也不完全错。这个问题本来就有一个小陷阱在里头。如果你的答案是白饭，你可能也会吓到，因为白饭的影响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哦。等等。难道这表示可乐比白饭好吗？先别急着下定论，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，其实还有更深的解释在里头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糖尿病是不是糖惹的祸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食品科学与营养毕业，目前对营养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。因为我之前朋友说他上网找了找，没有找到合适关于糖尿病的视频，所以就建议我可以分享一些这一方面的资讯。那我就终于整理了，拍了这个视频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人了解糖尿病哦。什么是糖尿病？首先，糖尿病不是糖害的，或者说它的危害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。很多人都以为糖尿病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才会造成的，但是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糖尿病患者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爱吃糖，或者最多只可以说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去控制糖，所以糖有影响，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。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食物会被消化成葡萄糖，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。这个时候，胰脏它会分泌胰岛素 insulin， 它就像一个送货员，把我们的血糖从血液里面带到细胞里面，让我们的身体获得能量。但是，如果这个送货员太累、太懒，包裹太多，它就送不动啦。或者是我们的工厂，也就是细胞拒收包裹，你可以想象到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就是血糖卡在血液里面，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了。糖尿病的最根本原因和问题就是胰岛素在搞鬼。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糖尿病的基本类型哦。不要以为糖尿病只有一种哦，它其实是有3种。1型的糖尿病，这类型的糖尿病它其实比较少见，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病。如果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，可能你有看过10多年前的一个台湾电视剧《下一站幸福》，里面的任小乐小朋友就是有这个1型的糖尿病，他从小就需要打针，肚子打太多针了就换手臂，手臂打太多了又换大腿等等。这个糖尿病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胰岛的细胞，所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没有办法完全的分泌，只能依靠胰岛素注射来控制血糖，所以他们也比平常的人来得更瘦，他们通常都是比较瘦一些。这一类型的糖尿病占整个糖尿病患里面的5到10%吧。2型糖尿病就是最常见的类型啦，主要是因为胰岛素阻抗或者是胰岛素疲劳不敏感，也就是说细胞对胰岛素的这个反应它变差了，变弱了，导致血糖没有办法有效被利用和降低。通常就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是息息相关的。像是刚才说的，我们一直吃的食物是容易导致血糖持续太高，就导致了送货员胰岛素它送不动了，太累了，太多工作了，或者是我们的细胞工厂不是故意要拒收包裹，而是因为它被脂肪保镖来保护起来了，所以我们的血糖也是居高不下。这些就是第2型糖尿病啦。第3种呢叫妊娠期糖尿病，就是在怀孕期间因为荷尔蒙而引起的高血糖，通常是在怀孕的第24周到28周会发现。这个并不是怀孕之前就有的糖尿病哦，而是因为荷尔蒙影响了胰岛素的这个作用，导致血糖调节异常。如果你现在是在怀孕中的话，我相信医生也会帮你做这个血糖的检查，但是你自己也是要注意，不要让你的血糖持续过高，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哦。
好消息是，生产过后大部分的妈妈血糖都会恢复正常，只是他们的糖尿病风险会增加，所以也要持续的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饮食哦。最好是每年都做检查，一直追踪你的血糖。对了，也要注意一下哦，目前糖尿病基本上可以算是不可逆的疾病，就是你有糖尿病了之后，你会一直都有，只是你疾病的程度没有这么高。但是如果你是 prediabetes， 就是你还没有，就是高血糖，但是还没有到糖尿病的话，这个是可以逆转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，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咯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人？很多人都以为是糖尿病是吃太多的糖造成的，但是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、饮食还有运动息息相关。首先，高 GI 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。之前分享过的 GI 值和碳水化物相关的课题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不记得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不要以为只有甜食才是问题哦。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像是白饭、白面包、炸薯条这些精致淀粉，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其实不亚于可乐。还有，虽然糖尿病不是吃太多糖造成的，但是吃太多糖会不小心摄取太多卡路里，会导致肥胖，而肥胖会影响胰岛素阻抗，所以它还是算是帮凶哦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再来，现代人工作，我们一坐就可能坐了8个小时，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追剧。你现在看影片可能也坐了很久，先站起来一下吧。再加上长期不运动，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，所以就导致了胰岛素阻抗。还有，不要以为熬夜啊、压力这些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像之前我们讲了，压力和熬夜都会影响我们会肥，会造成肝的负担，影响我们一堆的荷尔蒙，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功能哦，让我们的身体更难的去控制它。那糖尿病有什么症状呢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大部分刚刚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人，其实有可能他们已经有了糖尿病的症状10年以上了。那是因为早期的症状其实很容易被忽略，它还是有一些小暗示的。频尿，因为血糖高，所以肾脏拼命的想要把糖给排出去。第二，口渴，因为水分被尿带走啦，所以人也变得口干舌燥。容易疲劳、嗜睡，体重突然减轻，就是你没有努力的那种，总是肚子饿，那是因为细胞没办法有效的利用血糖，就很像我们手机的电池坏了一样，你怎么充电，它都没有办法充到，身体就像是缺电了那样，总是累累的。血糖过高也会影响我们的眼睛，导致短暂的视力模糊哦，还有增加念珠菌、阴道炎、伤口复原缓慢等等。所以这些都很容易被忽略，每年都建议要做检查哦。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吃，做什么都没有用了呢？别担心，控制血糖其实也没有那么难，做好这5点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哦。首先，像是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，胰岛素送货员累了，包裹太多。那为什么会累？为什么包裹会太多？就是跟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有关啦。不只是吃太多的精致碳水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就连太多油腻食物，我们的血糖其实也是会像云霄飞车一样冲天暴涨的哦。高 GI 的食物是会让我们的血糖增加的太高，但是油腻的食物它其实我们身体需要比较长时间去分解，将近4到6小时，它间接了就影响了我们血糖的水平变化趋势，也可能会影响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度。所以食物的选择就建议尽量选择低 GI、中 GI 的食物，像是糙米、番薯、燕麦这一类型高纤的碳水化合物，都会比精致淀粉、精致碳水来的更能稳定我们的血糖。还有要增加蔬菜、豆类、水果这些植物类型食物的摄取量，它不只帮助我们的血糖，还有胆固醇、心脏疾病、肥胖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饱足感更久哦。也别忘了，优质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都很重要。如果是有肥胖的人，我会建议先稍微减肥。像是介绍糖尿病的时候就有说到，有时候我们的细胞工厂它不是故意受包裹，而是因为它被脂肪保镖给保护起来了，胰岛素没有办法把血糖送到细胞里面，
所以送货员胰岛素就一直在送，一直在送，他就越来越累了，他就想要罢工了。所以体重的话，可以建议减少7%到10%左右。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只是在高血糖，还没有到糖尿病的话，这一个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哦。那降低体重、控制血糖、提高胰岛素敏感度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运动。可以先从简单的饭后去散步，到每一周都运动3到5次，30分钟到1小时，或者是最少也要10到15分钟的运动都可以哦。而且偷偷告诉你，运动的话也是让人感觉心情开心和也是一举多得的哦。别忘了，跟减肥一样，感觉简单但是很重要的充足睡眠和减压。睡眠和压力都对我们的血糖有影响，你睡够，还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，运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那你看哦，全部的方法它其实也是一环扣着一环，全部也都是一举多得，所以就做起来吧。回到我们开场的问题，白饭和可乐哪一个让血糖升得更高更快？这个问题有一个陷阱，升得快是可乐，但是升得高可能会是白饭哦，也是要看两个的分量问题。可乐比较快是因为它的糖是液体糖，它更容易被吸收，所以导致血糖飙得很快。然而白饭的 GI 值在70到90，也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白饭。而可乐大概会是在63，升糖指数越高，我们吃了或喝了这个食物之后，血糖上升越高，所以白饭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得更高。虽然可乐喝起来是蛮甜的，好像含糖量很高，但是白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，也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且精致的白米饭这个碳水化合物，它是淀粉，它是分解成葡萄糖，葡萄糖就是几乎全部都会影响血糖。但是可乐里面呢，它是大量的果糖，其实果糖是用另外一个代谢方式，就是肝脏负责，所以直接影响血糖的比例就会比较少了。那可乐有比白饭好吗？不是哦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说白饭升糖指数高就觉得它是比较不健康。然后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，他就讲他就不敢吃白饭了，他要吃 muffin， 我就很生气听啊。回来言归正传，虽然白饭让血糖飙升得更高，但是可乐里面的果糖喝多了也是会影响增加我们的胰岛素阻抗。研究也发现哦，摄取太多果糖的话，容易导致肥胖、高胆固醇，长期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糖尿病和脂肪肝。那白饭是天然的碳水来源，虽然它被扒光了衣服，大部分的营养已经流失了啦，可是跟可乐相比的精致糖水的话，还是稍微有营养一些的。它们两个并没有说谁比较好或不好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均衡饮食的方式哦。所以就尽量搭配蛋白质、高纤维素，减少血糖的冲击。还有就是之前说过的食物顺序，碳水最后吃，偶尔喝可乐和吃白饭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最后，糖尿病不只是吃糖造成的，而是长期的生活习惯影响。甜的食物是一部分，更重要的还是食物的类型、碳水化合物类型。长期高 GI 食物、不均衡饮食、久坐不动、压力、睡眠不足等等，这些都是糖尿病的风险因子。预防糖尿病呢，我们就是要吃对、动对，生活开心，好好睡觉。还有 GI 值是参考，不是唯一影响血糖上升速度的因素。无论是精致淀粉还是含糖饮料，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是偶尔的食物或饮料就好。真正的关键还是要如何搭配饮食，让血糖持续保持稳定。如果你也是关心你的血糖健康，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记得选择比较可以慢慢释放能量的食物，而不是让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骤跌太快的，就比较好啦。所以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会搭配什么来让我们的血糖比较稳定呢？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的话，可能下次我会讲更多深入的相关饮食的和秘思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素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按这里，谢谢。